邋遢是指什么呀？不刷牙、不洗脸，还有不洗衣服、不洗澡，这个习惯他不是1年，是35年了。这个怎么都不提离婚呢？我那会儿也不知道离婚，他连个儿子都不如。你说你养了5个孩子，那4个孩子你还知道知恩图报的，他连知恩图报都做不到。丈夫不是丈夫，爸爸不是爸爸。这个世界上哪有个人站在这儿能够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活我了？你见过如此邋遢又嚣张跋扈的男人吗？结婚35年不刷牙不洗脸不洗衣服也不洗澡，更过分的是对妻子和4个儿子不管不顾。35年来他到处混日子，没有给家庭赚1分钱，靠妻子一个人养4个孩子，还要养着他。这种男人配活在这个世上吗？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，祝您平安喜乐，好运连连，心想事成，美梦成真。接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事的来龙去脉。顾义仲的张先生今年58岁，来自江苏，目前是一名无业人员。跟着出来的是51岁的张女士，她来自甘肃，目前在家帮儿子带娃。2个人结婚35年，张女士受不了丈夫要离婚，而张先生却死活赖着张女士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一上台，赵川就迫不及待问到事情原委。离婚是吧？对，跟他离婚。跟他离婚。35年的老公，他的坏习惯太多了，太邋遢，脾气特别的大，好吃懒做，不爱护孩子，也不爱护我。这35年过来，我实在是受不了，我就想跟他离婚。是吗？有这回事？35年打工，没挣1分钱。张先生没有什么文化，刚开始在江苏挣钱只够自己花，所以他没有拿过1分钱给家里。后面张先生去了新疆，去了3年时间，也挣到了钱，但是都被他自己吃喝玩乐花掉了，没给家里寄过1分钱。赵川接下来问到的一幕，让全场都不淡定了。你寄回过钱没有啊？没有。家里几个孩子呀？4个。几个？4个。4个娃？对。4个娃，那靠什么长大的呢？都是靠我自己。如今张女士把孩子养大，都成家立业了，所以张女士想离婚，平平淡淡过自己的日子了。可没成想，这个张先生赖着自己不走，所以来到节目组解决。张女士回想起个张先生这35年，简直就是噩梦般的生活。他不仅仅不赚钱，脾气还非常的火爆，动不动就发脾气砸东西。摔东西啊？我的脾气暴躁。凭什么脾气暴躁？人家生了4个娃，人家在家含辛茹苦的养着，让您出去挣点钱，钱也挣不回来，您自己光棍似的，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，回来还对人发脾气，您凭什么暴躁呢？就是想喝酒，就喜欢酒是吧？酒一喝了，就连我的姓都就不知道了。这不是一个酒鬼爹吗？喝酒之后，连自己亲爹是谁都不知道。这种男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如今他年老了，才想着回来找儿女们赡养，他能够如愿以偿吗？赵川问他第1个孩子是哪一年出生的，他竟然说错了，足以证明他对孩子对妻子是多么的不上心。35年前，张女士也是通过别人介绍才嫁给这种没有担当的男人的。回想当初，悔之莫及。当初生下第1个孩子，就知道这种男人好吃懒做，母子俩无依无靠，就想着回到娘家甘肃，没想到肚子里面却怀上了老2。这孩子我带回家吧。哦，您等于生完老大之后就把老大带回家了是吧？我就怀着老2，我就把老大我就带着。这什么情况？老大多大就怀着老2了？就差1年，怀着一个抱着一个我就回家了，回我们甘肃。回到他干嘛去了？张女士带着老大和老2回到甘肃，过了1年，张先生打工回归，本以为他能够迷途知返，没想到还是没有赚到1分钱，连车费都是借的。如果说在外面赚不到钱是能力问题，那么张先生回到家之后，竟然让人憎恶。我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。在家里干嘛呢？在那躺着睡觉。我有的时候就是种地，他也不下地，他也不下地，他就说我不会种地啊，我跟他就是吵架呀。老3个月他就走了，去干嘛去了？挣钱去了。挣钱，这一走了多少年？3年。老3个月，他走了3年，这次回来挣到钱了吗？没有，倒拉了170块钱的账。哦，他说我没有路费，问别人借了170块钱的账。这次回到甘肃，张先生变本加厉，不但不帮着妻子做家务，还打不通，喝酒睡觉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莫名其妙的又怀上了老3。直到老3个月大的时候，张先生又出去打工了，打工3年没赚1分钱，更是连车费都是找妻子转给人家的。这样的男人简直让人心寒。可气的张女士还再次接纳了他，这次回来又有了老4，这把赵川和全场嘉宾都气到牙痒痒了。张女士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一直忍气吞声。就在家里就啥活也不干吗？啥活也不干，
就在家里待着。在家里你不下地干农活吗？他那个牛，我不会耕地，我会耕，他不会耕。那吧，他那个牛我，那您在家里干嘛呢？负责带孩子？就是有时候太热了吧，我就跑个树地待着。他是我的大娃，还有4个小娃。那孩子上学什么都有钱，你这怎么弄啊？有钱我就自己做苦力，啊去搬砖，啊洗腻子，刮墙，还有就是理发，摆地摊，在饭店也干过。不得不说，女人太能干，太把这个男人当回事，这个男人才会怎么一而再而三的欺负她。一个女人都能学会耕田种地，应该大男人嫌累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婆从天不亮忙到深更半夜，中途还要回家给孩子煮饭，这样的男人要他有何用？还要像大爷一样伺候他。张女士还说到让全场感动落泪的一幕：7、8寸厚的雪，我们家的背了是15天嘛，背了15天在矿，我就挣了7、800块钱。孩子上学，我就是没有学费呀，没有，我们没有文化，不能叫孩子没有文化。是，我就这样说的，我就这样想着。由于孩子上学没有学费，张女士必须冒着风雪去背矿。那时候过年前，老二抱着妈妈的腿，求妈妈不要走，但是妈妈没有办法，她没有文化，不能让孩子也没有一点点文化。虽然是这样，4个孩子也没有一个孩子上过大学，因为凭张女士的能力，根本没有办法让孩子上大学。除了学费，4个孩子成长过程也会经常生病。有一次，老三发烧到了40多度，但是张先生还是无动于衷，最后还是张女士送他去的医院。这35年，张女士既当爹又当妈，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成人。直到现在，赵川才问到开头的一幕。邋遢是指什么呀？邋遢啊，就是一直这多少年来不刷牙、不洗脸，还有不洗衣服、不洗澡，这个习惯他不是1年了，是35年了。这个张先生是怎么做到可以35年都不刷牙、不洗脸，还不洗衣服，更不洗澡的？这种男人简直就是社会的败类，更是家里的蛀虫。如今看自己年迈了，在外面干不动，赚不到生活费了，孩子又长大了，又舔着脸回来让4个孩子养他老。35年恩恩怨怨，一个女人养了5个娃，其他4个娃都长大了，唯独不是她生的这个娃，号称丈夫的人说你还得继续养着我，他该怎么办？赵川也拿这种人没有办法。对于这种男人，屏幕前的家人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呢？值得被原谅吗？让我们听听嘉宾老师的点评。首先点评的是莎娜老师。您为什么要拖累他们呢？我没有劲，我本身挣钱了。所以您是指着未来要他出去挣钱来养活您是吗？不是，我靠着他，我的儿子能帮着我。谁帮您？儿子，没他的儿子不帮我。听得懂吗？儿子只疼妈，儿子不认这个爹。莎娜老师对这种人都无语了，快60岁的人了，活成了一个老赖。因为4个都不认这个爹，所以他就赖着心软的妻子，因为他知道只要妻子不跟他离婚，他的后半辈子就有着落了。早知如此，悔不当初。当初但凡为家庭付出一点点，哪怕干点家务活，多一点点对孩子的关心，也不会沦落到如此吧。莎娜老师对张女士也说道，如果你想晚年过得舒服一点，就早点和这种男人断绝关系，否则一身的病痛还能指望这种男人来照顾你吗？最后对张女士说道，他连个儿子都不如，你说你养了5个孩子，那4个孩子你还知道知恩图报呢，他连知恩图报都做不到。丈夫不是丈夫，爸爸不是爸爸，这个世界上哪有一个人站在这儿能够大言不惭的说我就死我了？现在还告诉你我就赖上你了。如果你要是被这样的人赖上的话，你就不要抱怨，你就是这个命。张女士连忙点点头，似乎认可莎娜老师说的话。接着是曲伟老师犀利的点评，你们俩真是极品夫妻，他做到了极致，您纵容到了极致，但是您唯一磨练出来是说您过了，您知道有多苦。曲伟老师奉劝张女士赶紧离开这种人，不然这35年照顾4个孩子，留下满身病痛，别说下半生，还要30、40年了，保不齐10年都难。接下来就应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，过过自己的日子，开开心心就行了。而这个张先生就活该孤独终老，最后孤家寡人过完这一生。最后是陆琪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，我给你先普及个知识啊，你离婚不需要他同意，起诉离婚，找法院找律师起诉离婚，他就算不同意，6个月之后第2次起诉，你还是可以离婚的，懂吗？陆琪老师说得好，离婚不需要他的同意，为了孩子的孩子能够在外人面前抬起头，也不应该让孙子们
知道有这样的爷爷和姥爷，如果生活中也遇到这种男人，嫁错了没关系，及时止损，一定不能给这样的人生孩子。所有导师都不同意原谅这种男人，张女士的决定也很大快人心，但张先生还是死性不改，他还要私下再去纠缠张女士，希望张女士的4个孩子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，彻底断了张先生的念想。对于这个故事，屏幕前的家人们觉得换作是你会对于张先生这种人做些什么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